各位朋友们好。师傅好。上一次呢，咱们讲到关于投资健康，那么住房是很重要。上次咱们主要讲了对于房子的第一选择，香可是大的环境。对，大环境。选择大环境，这是就最重要啊。再接下来呢也很重要，就是房子本身啊，又涉及到小环境啊，房子的这个质量啊，用的建筑材料啊，漏不漏水啊，是等等这些问题呢，其实也很重要。那师傅讲这个之前，我就先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师傅。我们买房的时候哈，到底是买新房好还是旧房好？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哈。那我先问问。这样对，问问香可应该。对，我觉得呢，就是像我们买衣服啊，我们都喜欢买新的嘛，对吧？买车也喜欢买新的嘛，是不是？新的东西呢，它就是没有被使用过，所以就是保存的那个状态会比较好，还能用得久一点。还有新的东西也比较时髦，所以我会觉得直观上感觉好像买新的会比较好。那我就不是全赞同哈，因为上一次师傅给我们讲的就是这个环境很重要。我们现在就想说，我们在一个健康安全的环境中，然后基本上是一个学区房的这样环境中哈，它这个房子都很贵，你那个新房就更贵。那我觉得买一个旧房，但是在这个好的区域里边，我觉得性价比特别好，没有那么贵。但是如果说旧房咱买了之后，我们还要花很多钱去给它维修，比方说那个水管坏了呀，还有什么空调坏了呀，你这样加起来的钱会不会也是差不多呀？那因为我要去选择嘛，我选择它的基本的条件还都是不错的嘛。但你新房的话，你感觉不用维修，但你不知道你住进去之后它会不会坏呀，会不会有出现问题呀？那说不定也得维修呢。但是像新房，它就是有一些就是比较先进的东西了，像有一些那个叫 Smart Home 智能房子。还是我有开个电车的话，它至少有个充电站。你看那个旧楼，它都没有这些东西啊。对，那新房还有游泳池啊、网球场啊、对啊宽阔的大厅啊、豪华的电梯啊。是啊，这些钱都是你花的。但是我想问你，你想你要是那游泳池，反正像我的朋友说，哎呀，确实很好住进去，结果1年就游了2次泳。对，那网球场1次都没用过，对，我觉得白花钱呢。我觉得我住进去我就会用那也行吧，好吧，那你用那你就划算哈。对，师傅，反正你看我们俩就还有这样的一些争论那让师傅来评评理，师傅给建议一下，还是什么样的房子比较好的？就是买这个新房还是旧房子好呢？我觉得我先把我的感觉我的分析呢，给大家进行分析对比一下。好。那首先第一个对比的，因为它是都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空气没有污染的这么一个区域。对。在同样的好区域之中，是选新的还是选旧的是。像香可说，尤其是年轻人说我要买房嘛，或者尤其是我人生第一次买房，那我一定要买个新的。这个可以理解的什么都新，装饰也新，整个小区甚至都是新的连马路都是新的。而且老的这个住房之中所没有的什么游泳池还有一些活动会馆对甚至那个综合性健身房是等等的新的这种小社区之中可能有或者一个很大的一个楼中可能有，但是老的社区之中呢，有很多是没有的。对，但是有与没有是各有利弊。像我听刚才觉真讲了，我也知道很多人比如说这社区之中，新社区之中，比如说有游泳池，对，你没游过；有网球场，你没打过，对，是吧？甚至是有烧烤空间，你没有租过，对，真的。但是钱你付了，每个月都要付的管理下来的呀。这是新房新房之中还有一个问题呢，是你比如说无论说叫平方米还是买的叫平方尺好了，咱们说我买了平常就是普通的就3居室3卧室的住房，
比如是一个大楼的哈，对，哎，那个需要英尺的话，就是1000英尺左右，能有3个小睡房，这种。但是问题就来了哈，新房子，这个你买了1000尺，原准备有3个卧室，但是新房子实际上你自己没有这么多，你花了1000尺的钱，使用面积600尺，对，剩下的面积都是那些公摊的，那些游泳池。对，走廊，花园是等等的，甚至还有更多余没用的阳台，也都是算成房子，其实根本就没用。对，你真正住房里头最多600尺，是不是啊？就4、6开呀，40%它都叫公共公设面积。是的，就是这样子的，和你有关系也没关系是，大概是这样。但是如果老房子的话呢，这个房子年龄越老，它的公共面积呢就越少，你自己的使用面积就越多。比如说30年前的在加拿大的综合性盖的这高楼，这个面积哈，你买了1000尺，我说30年前的话，你的屋里头至少有950尺，就差不多1000尺，就没什么折扣。而是当今这个朝代呢，他修的很多吸引人的这些玩娱乐、健身这些内容，都是让每一个买家来摊派给你，就变成一个你以为你买了1000尺，你获得了1000尺，其实你只获得了600尺，4、6折扣出去了。对。你原来想弄三居室住房的，就变成2居室，你想想。对。而且整个屋里厅也特别小。对。就是变小了。这你就不划算了。对。还有一个你们没有想到的，很多朋友们没有想到的，这个旧房子一个天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师傅？你知道无论是一个别墅的独立的房子哈，还是一个高楼的房子，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安全的一个隐患是，这个房子是否安全。对呀。那决定一个房子基本安全的部分呢，有2大部分。一个是它的这个房子的结构不安全。比如说你住着住着自己就坍塌了。对吧？对。那就是结构问题，对不对？那么第二个就是防火问题。它容易起火的。是。所以这2大问题都是要命的问题。那么这个房体的结构是否安全呢？其实有可以观察的地方。要观察地基的平整度。如果地基是安全的，这个房子呢，如果不起火的话，基本上是安全的。对。因为地下打下去这个土质是每个国家的每一个区、每个小区都不一样。比如说我同样在一个足球场这么大的一个地方，我开发房地产的话哈，可能这2头的这个地下状况都不一样。对。比如说右边打下去5米就是大石头，巨大的岩石，那这样的地基就比较牢固。是。可是我的左侧呢，就是100米外面呢，那个地方打下去就是500米还都是土，这都是可能的。就很松软了。就松软的。那么政府呢，对于底下是石头的或者松软的，它都有各自的建筑方法和施工要求，来弥补它的一些弱点。对。这是可以解决的问题，对不对？对。完全是靠这家公司的信用如何。他想不想做好，想不想做成一个100年企业？他想做100年企业的，他一定要创名号，对不对？创名号是讲品位、讲品牌、讲质量嘛。所以的话，宁可这一次楼我不赚钱，我一定要把楼建的是结实安全的。但是有一些商人呢，商人，他建筑商是为了赚钱的嘛。如果我用了很多的水泥灌下去，比如说我灌5000吨，光地基花了1000万，是吧？盖房再花1000万，就盖完了之后卖完了，我不赚钱。是。那我就想不想节省呢？想啊。反正埋在地下，谁也看不见，对不对？对。那师傅，那这
这个地基的问题，其实不管是新房还是旧房都非常重要哈。对。那为什么在这个我们在选新房旧房的时候，师父讲到这个点呢？通常呢哈，地基就明显容易看到出问题的话哈，通常就是10年8年。哦。对呀。就它刚建成的时候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一定要经过最少3年的检验，3年、5年、7年、9年、10年。这些问题该显现的就显现出来了。哦。对，如果买新的话呢，看不到这个层面。它刚盖好1、2年、3年以内，这些问题呢还没有发生。因为它也有基本的基础支撑哈。对对对。等长久之后，再加上地壳运动、偶尔地震之类的哈，经过晃动的压力等等的，它该出现的问题才能出现。好的，师父，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新房可能遇到的，就是我自己没买过房，但是之前呢，就是大概10多年前吧，就我爸爸买了一个公寓嘛，然后我们全家搬进去，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楼，就新建的，然后买了那个底层第1层楼的那个一个家，那就是说呢，这楼本来就看着验房啊什么都挺好的，然后看着都挺好，但是后来呢，我们住了都不到半年吧，就有一天那个厨房那边就开始就往下滴水，厨房的那个房顶往下滴水，然后他们去查呢，就说是那个楼上的那个污水管就是在漏水。哎呦天哪！所以想到是不是新房也有这样的风险呢？就是它的漏水的这一些也是没有被检验过。对呀，我就说有些问题是住的时候才能看出来的。所以表面上全新的话哈，就并不代表它的功能都是好的。对。并不代表它是好用的。所以你只有住过了才知道。对，你看全新的楼都没有人用水呀，也没有人冲马桶啊，对不对？你也不知道马桶堵不堵，也不知道那个水有没有漏啊。就是它没有压力测试过。没错。对。它房子的结构它不像电脑那么精细，对不对？但是它有很多功能。还有呢，你说你下雨那么大哈，水它是到处流的呀。是啊。你说你能做到整个楼都不漏水，是不容易的。不容易。还有人类住在里头各种使用水的方法。是的。是吧？从洗菜做饭，再到上厕所洗澡。对。对。所以你怎么样做到它不漏水是很艰难的。是的。是。所以这个漏水跟这个地基这2块都是对我们的健康、房屋的安全都非常重要的。所以还不光我说这个买2手房便宜啊，不光是经济上的，更重要的是这个安全跟健康。好的呢，感恩师父就知道了哈，这个新房跟旧房之间的选择，最重要的还是说，如果有时间检验过的，它的安全性和健康性上来考量哈，这个2手房还是值得考虑的，是很好的，比较值得。对，所以适当的年龄的2手房哈，好的2手房，对，性价比非常高，真的。住房子又安全，价钱还低廉，对，面积还大，管理费还少，所以其实真是个很划算的事情。对，感恩师父。那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的房子那个外观呐、颜色哈，就是看着我就不喜欢啊。那这样的奇怪形状，对，但人家又给我介绍说里边很好啊，怎样怎样。师父，是不是我应该克服自己的这种不喜欢，还是要买这样的呢？在遇到真去买房的时候哈，其实这是第一步。刚才我们说的是买新房好还是买旧房好？对。现在到了去选房了。是的。这第一步的时候呢，你看到这个房子，无论是任何一种不喜欢，都不要往下进行了。首先第一个就是颜色，第2个就是外形，那第3个与外形相关的，它这个屋子旁边不能改变的一些现象，比如说怪怪的大树，或者邻居，你邻居那个颜色让你很讨厌，那这个房子就别往下进行。所以要选房的时候要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很重要哈。
关键很多人不知道你的内心声音是个啥啊。首先，所以我们在这儿呢，把这个经验告诉大家。你的房子的要看这个房子的外形、颜色，还有和它最近距离的一些大树、装饰物，还有最靠近它那个邻居的感觉，特别不好，就不要再往下看，不要买，记住这个哈。对对对，师傅，那说到这个奇形怪状的房子哦，就是前阵子在新闻上有看到一个，就是麻省理工学院，就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大学嘛。然后当时候呢，就是这个大概是2004年的春季的时候，就他们开启了一栋楼，就是现在图片上看到的叫 Strata Center。然后这栋楼呢，是他们特别请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建筑师，就是得过奖的一个建筑师去设计的。然后光是设计费就花了1500万美元，然后建这栋楼呢，整个花了3亿美元。就是一个很大的投资啊，然后我们看到它那个设计算是很前卫吧，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感觉，都不是平整的，都是房子都有点凹进去啊，像一种就是未来城的一个感觉。不是，我怎么觉得有点像房倒屋塌的感觉呢？是，也可以这么说了。我看着真的不喜欢，是怎么不想搬到废墟里居住吧？但人觉得艺术感嘛，有一些人喜欢，好吧？啊，对，但是呢，就是它虽然就是那么有艺术感哈，后来呢，他们使用后不到半年就出现各种问题，啊，就是说它有一个露天的剧场呢，开始砖墙就开始那个开裂了，不到半年哦，然后呢就开始有不断的漏水。然后还有呢，就是那个冰雪滑落阻塞了那个紧急通道等等的，就是各种的问题。对呀，因为它那个墙都不是平的，都是凹的，它可不就是积雪积水不顺畅，对，然后漏水特别严重，就是为此这个麻省理工学院花了大概有150万美元去修这个漏水而已。哎呦，所以后来到2007年呢，这个麻省理工学院就去告了这个当时这个建筑师和那个建筑师的那个公司就说对获奖的建筑师是就什么不负责任，这设计跟施工都出了很大的问题，让他们这栋楼就使用起来非常的麻烦，而且就花了大笔的钱去维护。像这样子的就是一个例子，虽然是那么很创新很前卫的一个设计呢，但是并不实际，就用起来非常的不方便，而且就是花了很多钱去修复，所以这些奇形怪状的这些房子呢，可能还都不如那种方方正正的好用。那你说到这儿，我在台湾看那个新闻，更是一个奇形怪状的楼啊。那个是一个意大利的设计师设计的对，那个是一个公寓楼，它叫陶朱隐园好诗意的名字，好诗意对，陶朱人家指的是以前春秋战国的时候那个范蠡的大富翁可能希望住进来的人都是大富翁吧。结果这个楼呢是2018年就设计了它是一个现代结构，像我们人类那个 DNA 的那种双螺旋体对，然后呢又特别的现代化的环保理念，阳台上什么什么都种上树，那一个楼有2万多棵树，人家都说这个豪宅是会呼吸的森林豪宅你看这种感觉好吧？它那个创新的理念，什么设计的理念都非常好吧？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台湾人特别懂风水就2018年建成以来到现在已经7年了，整个楼就卖出去了1间，还是这个老板买的，他为了把这一间装饰成一个展示间这么7年以来没有一个另外的人去买这个楼。然后一问为什么呢？人家台湾人都说这个不符合我们华人的风水理念这个太拐过了那么旋转，住在里边觉得脚不落地呀，没有四平八稳的感觉呀，就非常的不稳当，就没人买。结果现在这个就成了一个孤独的空的一个大楼，对，你说多奇怪呀？对，就是要是我的话，我也不买这种。我也想问问网友们，你们会不会买这个这种旋转的扭曲的楼大家网友们也写一个答案。
作为这个青年人哈，出于好奇和探索的精神嘛哈，你像鬼屋害怕还得进去，但是呢，买房不一样哈，是你要生活在里头，对，而不是到里头去闹鬼。对呀，所以那你买这个房的时候，你要有一种安居乐业的感觉，是一种平安幸福的感觉。对，所以房子本身的安全很重要。但是呢，你这个房子的这个外形哈，制造的太怪了之后啊，实际上让大家觉得奇怪的感觉。你尤其是那个陶朱隐园那个哈，台湾这个是，就是每一个人住的屋子里头，多半个都是悬空的。对，你说你那半个像饼干一样，什么时候给塌下去都不知道。是啊，对不对？你住在那儿，你说他这栋房，大家从照片上看，用哪个柱子来支撑所有的？没有柱子，没有柱子，对，那就更麻烦。对不对？才没人敢买。对，所以他这个建筑，你的创新。没有人用生命来去体验你的创新的，全家老小都在屋里去，对，这个代价太大了，真的。所以的话，这种创新的感觉，我并不反对创新哈，有很多创新还是合理的。当你的创新违背了自然的这个规律，自然的物理性规律，地球的引力的规律，如果尤其做建筑来说的话，这个叫做玩火。什么叫玩火？玩火自焚啊！是，风险太大了。我还花钱去找死，谁去干这事儿啊？那肯定我不花钱，不找这个死，对不对？我去玩一个过山车，是我自己玩可以，但是我带着我奶奶一块玩坐山车，我就是死罪，知道吗？所以大家不会花这个钱买一个危险的房子。那师傅有个问题，就刚才这个螺旋的这个陶朱隐园哈，咱们要想帮那个建筑商，帮那个开发商说把房卖出去。怎么给它改过来，大家能买呀？要说卖出去哈，卖这个房子是不可能，但是想改的话，只有一个方法，是啥呢？是炸了它重盖。Oh my God！ 因为它这个样的话，你说我们也没办法从底下每一家加个柱子吧？是，对呀。那个房子整个那个就乱了，对不对？是。但是就保持这个样，谁敢住呢？确实没人买嘛。那师傅，刚才我们看的都是一些比较极端的那个设计嘛。那像我们还有见到一些比较就是不是方正的房子，有一些椭圆的呀，或者三角形的这一种建筑物啊，是不是也不太好呀？反正我都不会选。你看，是讲到这个房子的外形的问题哈。是。我是说，很多房子的外形哈，如果觉得怪的。不符合一个你的审美规则的，你就别选。对，好的，这个是师傅说看到这个颜色形状自己不舒服的就别买，就都不用进去看，漏水啊、地基啊都不用看了直接过了，直接过。对，过去说的颜色的话哈，对，我尤其是在北美啊，你再去欧洲哈，有很多人家那小房子哈，涂成不同的颜色，挺好看的，有的。但是不同的颜色一定有不同的内涵了，对不对？如果按照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来说，不同的颜色和你的健康也有关系，对不对？那这个一个房子，当刷出来一个你很少在建筑物房子上看到的颜色的话。如果违背了你的正常视觉规则的话，那这个屋主想干啥呢？想与众不同。你们现在想一想哈，就是说一个常见的房屋的外墙颜色，通常不是大红的吧？不是大绿的吧？对，不是很黄的吧？对，没有太刺眼的，应该讲。没有很刺眼的哈。对。所以有一种色呢，叫水泥色，就是偏灰黑色。对。灰色。对。第二种呢，常见的呢，就是泥土色。对。就是泥土的那个颜色。对。或者白色。对，再就是有点米黄色。我也见过，因为当今的建筑材料很多种哈，还有里头灰中含有一点蓝色素的，但是它还是主要是叫灰色，这个也有哈。那除此之外的话，
还有白色，白色还有比较白的，比如说刷的白灰，最早年刷白灰，现在刷白漆，还有白瓷砖，对，这个也都有，还有的贴的大理石也是白色，这个是有的。但一个很纯白的大楼，你在视觉上是很舒服的嘛？纯白可能也有点刺眼了。那么再接下来呢，是整栋大楼是绿色的。哦，那个更吓人。那不是环保吗？一般说环保的时候，我是环保的，或者是我有机的食物，都应该画个树叶，是吧？所以我整个楼，我就为了表明叫环保楼，所以整个外墙都是涂成绿的。就是你喜欢去买这个房吗？不喜欢，看着不舒服。还有一个房子是纯红色的，大红色。那不是消防队吗？如果作为住房的话，你会花钱买吗？不会。还有更出奇的叫粉红色。对。女生不是经常说，尤其是小女生说，我喜欢这个裙子，我要粉红的。是。今天你成了一个成年的女人，你选房子的外面都是粉红色的，满足你的公主梦。你会买这个房吗？我是不会。香可，你们年轻啊。不会。不买。我觉得那个太奇怪了，而且很引人注目，就是。对，也不安全的感觉。所以在欧洲呢，有很多房子你看到那些颜色，人家都是为了营业的。就是招揽眼光的咖啡店呢。我们说一些规则比如说我呢开了个咖啡馆，对，咖啡馆呢，我用的是民房，民居改成咖啡馆。这民居咖啡馆呢，其他的房子都是普通的正常颜色。就是外国人住那个房子颜色也不会太怪异，但是说我为了让在众多房子之中找到我这个咖啡馆，所以我就把它涂成了比如说大绿色，他也不讲风水问题，我为了让我的就是很醒目嘛，你一目了然，这么多房子之中早就看到一个绿屋顶在那儿，好吧，我就找这个绿色过去就是你说的咖啡店。就是为了广告招客，对吧？那么还有人呢，把这个屋子外头刷成是红的，那也有人把它弄消防局之类的消防的很多，你说美国的消防局也是这个，也是红的，也是红色的因为红色代表血和火嘛。火，对，所以呢，通常消防包括消防器材都是漆成红的，对，它代表着火。还有呢。在很多家里头办公室能找到这个喷那个灭火筒嘛，灭火器，对，这颜色明显叫大红，对，但是你的房子外表是大红呢，那但是你确实不是消防局对，是不是有另外一个目的呢？所以的话，就是通常选奇特的颜色，一定有某种含义，就是这个含义。并非是普通正常生活用的含义，是额外的含义。最重要的一个点是啥呢？吸引人的目光。吸引懂它的人。对，所以我们选择住房颜色的时候，要不要选怪的颜色？不要。懂得了哈？就开始要踏实的。我就说，如果是一个你成为了爸爸和妈妈的时候。这有了小宝宝有孩子，对不对？你是要张扬的疯狂式舞厅式生活呢，你要说我要安居乐业，好好把我的宝贝养成人呢？要安稳的，安稳的吧。我的房子不要吸引人的目光，我才能平静的生活。懂得了哈？懂得了。所以颜色选择非常重要。感恩师父。好的。还有选择那个买房住高楼，我为什么颜色也很重要呢？因为高楼的颜色。是你这一家用户不可以改变的，对，是吧？对，几乎谁都改变不了。对，外墙你说改一个色头，花钱花老了，对，是不能改的。是的。所以当墙的颜色不对，户型的样子不对，立刻走人别买了。好像还有一个一票否决的这个因素，就是那个屋顶。对。一般就是我们在北美就这样都是有点坡形的屋顶就比较健康然后呢它也
比较排水呀、积雪呀这些都比较容易啊。但是有一些就是那种平屋顶啊，以前师父也讲过，这个隐患非常的多。对，对，这个平屋顶这个概念哈，其实我们也观察了不同国家的这个屋顶，屋顶的遮风挡雨，屋顶非常重要，但是呢，观察世界各个地方，平屋顶的国家还是不太多的，我们在看到呢，比如说我的家乡，我的纯家乡，中国河北省那个地方，我们那个地区很多都是平屋顶。我不知道是一种习惯还是因为贫穷。在当代来说的话呢，在近10年盖的房子，同样我们家乡的农民盖的房子也会选择尖屋顶，往上铺上瓦，就是那种陶瓷瓦。但是我们小时候看到我们家乡每一家都是平屋顶，它的平屋顶是有点倾斜度的呀。如果现在你也懂得那个角度的概念的话，至少有10度，就下的这个雨呢，它一定会往下自动往下流，不需要人来推动。还有一个就是中东地区，北非、中东一些国家它那个地方是沙漠地区，是很少下雨，对，很少下雨，所以它也是平屋顶。但是我知道呢，是稍有倾斜度，说偶尔如果下雨和下雪呢，它也能排下去，对，一定要能往下排，是所以这个纯平的屋顶呢，是当代的现代化的屋顶。对，我看到很多所谓的豪宅的设计，对，就是平屋顶很平，而且房檐还又短，就是对吧？对，好像看着很酷就是房子的帽檐那个部分又很短，你下了车到家去开门吧，半天开不着门呢，下雨就把你淋湿了。是，我都不知道那个他为了啥，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就很酷呢？那个突出的房檐可能比较贵吧。但是它本来就没有帽檐没有房檐的这个屋子也不便宜，但是那个屋顶，先说屋顶屋顶又是平的，而且做成叫水平的屋顶，对，它只有一个理由，啥理由？这个理由听起来也是对的，但是用起来就是错的。到近年100年左右，大家开始使用石油，对不对？对，石油剩下的残渣叫沥青，对，就那个黑乎乎的，是铺马路的那个东西。对，把这个沥青稍溶解之后呢，和沙子石头混到一起之后，铺这个柏油马路，柏油马路就是沥青马路，铺这个用是非常好。那这个东西呢，如果它和一些羊毛毯混到一起呢，就叫做油毡。这个油毡密度，只要把足够的油给了它之后呢，这个铺原来的这个毛毡呢，就会不漏水，防水，就防水了。对，刚才我说那个油毡就是这个东西，就由沥青和它混合了一起之后，变成一个平面，像一张纸一样，和薄被子一样吧，像细毛毯一样，这样铺在那儿它是防水的。是这样的。当有了这个东西呢，尤其在北美和欧洲发达国家呢，就用来铺屋顶。因为西方人特别讲究叫做科学计算。卖油毡的人就是说，我这个油毡，比如说加拿大用的这个油毡的瓦片，一片的瓦，你知道它保证多少年吗？30年。他说我用这个来铺整个屋顶的话呢，一整片的话，也是保证25年。他说大不了我20年换一次。是，但是整个过程之中他们忽略了一个部分。当极度寒冷还有极度热的时候，太阳一直在这晒，往上加温，这个油毡它也会产生气体或者水分。它有些原来贴着2层3层的部分，有些层呢就会鼓起来了，有了个大泡。所以原来比如说我总共100平方米的这个屋顶下了雨之后，它还留了很多排水槽嘛。但是它整个这个屋顶是平面的，没有任何的这个引力把它往一头去引水。所以呢，在偶尔某局部的油毡鼓了包了，它就可能会把一些部分水存在某个区域，
不像设计师原来预设的那样子，铺的油毡就一直平平坦坦的，所以有的水就会流出来，包括鸟拉粪，吹来的垃圾树叶，吹来的灰尘，积累了之后，使得很多本来应该流的水就不流了，这是一个错误。因为设计师就太相信这个油毡了，就忘记了屋顶的基本的形状构造。如果是油毡，哪怕稍有倾斜度，哪怕20度像日本的很多房子，它那个屋顶高度不是这么尖的，但是也有中间起基就是它那个屋顶呢，那个斜度好像很老实很朴实的样子，对吧？对。但是它是有斜度的，对，它至少有那个地心引力把那水引下来。对，像欧洲德国那个哥德式哥德式特别尖，对，来了风雨雪都会自动会排出去。是。这个尖屋顶就是为了迅速的排水啊，是的，迅速的将雪弄掉啊。对。所以平屋顶呢，就是不能迅速的将水排走，不能迅速的把雪弄走啊。对。还有一个就是下雪之后的压力。没错。大家都以为雪是松散的很轻的，对不对？我们都经历过了。如果当我的屋顶上积累了1米厚的雪的时候，这个水几乎1个月都排不出去。是。这个雪一直在屋顶上。是。那你的屋顶下面又开暖气，对不对？所以靠近屋顶下面的这块呢，积雪呢就变成了水，水排不出去，之后一直泡着。对，又泡着，使很多原来粘胶的部分，比如空调有些出口电线的管线这些地方就成了漏水的地方。对，所以我们的禅堂曾经都漏过水，因为是非常平的屋顶。当我们看到这个屋顶上那些垃圾的时候，才知道平屋顶排水太难了。对，以后我们要造房子，绝不用平屋顶。不像有点傻成一个程度的这些建筑设计师，非要把这个屋顶，绝对相信油毡的作用，觉得它能排出来，不能的。对，最理性的说希望屋顶不要太夸张，对不对？对。但是一定要给它至少是10度的斜角，让它能够自动往下排水，才是最科学的。这个是一些设计师的一个误区。师傅说到这个就是平屋顶带来的麻烦美国宾夕法尼亚就有个豪宅，它就是非常著名的叫流水别墅。那为什么叫流水别墅？我们看一下图片它不只用了大量的平屋顶，它也是呢上面有游泳池，然后还有瀑布，就是从一层到一层的那个平屋顶的这个瀑布。你看，对，这栋建筑还横跨了一条河溪，就表达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艺术美感。但是这个房子呢，它就是建造不到1年的时候就出现大量的问题，就是在1年以内出现了52处漏水，然后天花板直接滴水下来，导致室内墙面发霉。它房里全部的木质的家具都腐烂了，因为就是它屋顶呢没有做足够的排水的坡度，所以像师傅刚刚说的，那水雪都积在上面然后都漏到那个墙里边了，造成发霉。那除此之外呢，这个房子还有很多天窗的设计，那个天窗的那个玻璃跟这个墙面又没有特别的严丝合缝，也是造成很多漏水的问题。所以虽然这是一所就是那个屋主花了很多钱去购买这个和建造这个别墅呢，但是他只住过1次，就是他当时候第1年建的时候夏天就是短暂的住了1次了。然后后来因为实在太麻烦了，这个漏水的问题包括他这个发霉的问题，造成很多麻烦。这个屋主呢就直接把这个别墅就捐给那个一个基金会了，就变成了一个旅游的展馆。是，然后从开始到现在呢，这个展馆的这个维护费用已经累积数百万美元，到还在修呢。对，还在修。到2025年初呢，这个基金会又花了700万美元去进行大规模的修复漏水的情况。你看所以这个是著名的美学胜过实用的例子。我看这也别叫流水别墅了，改名吧，漏水别墅。真是。我觉得它叫流水别墅名不虚传它不分什么地方都漏，都
都往下流水，它是往里流。你知道他为啥捐出去吗？实在受不了了，明眼人士都不会买它，一看就是一漏水别墅。对，真的，他可能用来修复漏水的这个钱都多过他们买房子的钱了。很多住这个平屋顶的房子的人哈，深受其苦，是，对不对？所以咱们买房，如果买上一个超级漏水的房子的话，那就倒霉了，对，是吧？对，因为我们买房去住这个房哈，其实我们是一种享受这个房子带给我们的幸福感。对呀。接下来呢，我们变成呢，我们要伺候这个房子，成了房子的奴隶了，天天都干不完这事儿。真正的房奴，这太可悲了啊！所以刚才有讲到这个平顶的平屋顶的这样的房子，我们最好还是敬而远之啊！对啊，你就别去修了就干脆别买是最好的。如果这个东西很难避开今天住高层公寓的，那个公寓楼的屋顶是平的公寓楼的屋顶几乎都是平的。对。所以呢？怎么办呢？别住最上那一层。漏水最严重。因为最上那一层看得远嘛，通常他卖的是最贵的。我建议那一层留给他们董事长自己住。行。所以选楼不去选最上一层。好，这个是好的。通常也不选最下一层。就是这样。好的，好的。谢谢师父提点。好，那我们跟网友们一起回顾一下我们师父给我们讲了在新房跟旧房中间，这个去看哪些点，怎么样去权衡尤其是这个房子的这个安全性这一块旧房因为经过一些检验了，会比较放心一点。那另外呢，就是你看到你自己不喜欢的房屋的形状颜色呀，要避免，还有平顶的尽量避免。避免不了我们也不买那个顶层是这样。好的，这是2个购房的时候大的考量点。那第3大点就是房屋的这个安全性这个安全性里边又有好几个小的要点啦那最重要的就是地基，师父前面也讲了很多地基的重要性。那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就是在泰国呢有一处公寓楼盖好之后呢，人们都纷纷购买嘛。但住进去没有多长时间，就发现它那个地面呢，跟那个楼体中间呢，就开始有裂缝，有的地方裂缝比较窄，有的地方裂缝还比较宽呢。这个好严重啊！你看那个楼跟地好像分开了，你看。对呀，对呀，所以你要是业主的话，你肯定要去找那个开发商嘛，对不对？对。那大家也都害怕了，说这个是不是地基发生了沉降？那肯定是。对呀。然后那个开发商说，最后他也没办法了，他也承认了。他说这个是地基有点沉降，他说没关系你们不用担心，不影响这个房子的主体结构，你们就把这个缝上抹上水泥，外头再刷上一层漆，你就住吧，没问题但是呢，业主们说这样的房子还能住吗？可是钱又退不了，卖又不好卖就发生这样的，像这样的事情是蛮多的。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地基的重要性真吓人对那接下来就想问师父给我们指导一下，我们去看房的时候，不管是新房还是旧房，还有哪些地方我们要像侦探一样去看呢，才能挑到地基稳固的好房子呢？好。首先呢，咱们要去看房买房真正人走出家去看房的时候呢，通常说我会带什么，我怎么做？有5字真言看顺序好，叫做看就是眼睛看第二个呢是摸房子，摸墙摸地。你是看房嘛，不是摸珠宝看房有些时候你需要去摸比如这个墙上是湿的还是干的还是粘手的是吧那第3个是蚊子不用故意带，鼻子就能闻比如说你到这个屋子来有没有什么味道比如发霉的味道，比如说炒菜的味道比如说一些尿味对，一些屎臭味或者奇异的味道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讯息就有点中医号脉望闻问切那么第4个是照
手电照，这个不是照相。一定要带一个强光的手电，确认你的手电很好用，照得很亮。强光手电。那么第5个，是拍照。现在都有手机哈。对。你的手机型号好一点的话，拍的比较清楚。就是屋里暗，就是新型号手机哈，屋里灯光不够，稍微暗一点，拍照也是清楚的。就是至少是，你比如说 iPhone 16，iPhone 10几了哈？现在是16。不管了哈。你的手机哈，在暗一点的地方拍照是清楚的。所以这个你看到有问题就照，没问题也照。因为等你看完了一所房子之后，又是新房子哈，你看完你回家之后，光靠回忆是不行的。记不住的。记不住，真的。还有问题你照下来了。你你就会进行讨论思考了。我要不要买，对不对？所以这个5字真言一定要记住哈。我们再复习一遍。再说一下。看、摸、闻、照、拍照。所以要带的东西呢，你看那个上手机能拍照的手机，还有呢强光的手电，最好也带一些擦手纸、卫生纸哈。还有用一些擦脸纸、擦手指的那个白一点的纸。有些地方呢，其实水渍啊，有些地方你可能需要用这个白纸擦一下，你就能发现秘密。对。那师傅讲的这个闻的这一块，要提醒网友们，看房的时候你就别戴口罩了。对，你这个进到屋子之前，就至少就是不能戴口罩。如果你想继续在这屋子里看下去，请不要戴口罩。你才能闻到相关的味道。好的。比如说这个屋里进去之后，有一股淡淡的发霉的味道。有些屋子里就是有臭的味道。真的。到了厨房，闻到发臭的味道，得分这个味道的严重性。对不对？当太严重了之后，就可能不是这个厨房的食物垃圾问题，就可能是其他问题。对。所以这些都很重要哈。拍照啊、看啊、触摸啊、闻，非常重要哈。好，那师傅，我们看房子有时间的一些说法吗？有。通常你第一次看房，你不可能晚上去人家看房。是。通常不可能，对不对？这是白天。上下午都可以。上午有上午的好处，下午有下午的好处，但是尽量不要阴天看房。不要阴天。尽量不要阴天看房。要晴天看房。因为阴天看房，阴天的时候，我们的视线是否很光亮呢？因为没有阳光哈，屋子变暗。不适合看房。该看的东西你看不清楚。这阴天不看房。晚上可以在外面看。如果你喜欢这个房子了，你已经看了里头了，对，白天看过了，也会有动心。你想继续往下行动的话，请不同的晚上多看几次。晚上呢，咱过去看啥呀？就是感觉。对。就是感觉舒服不舒服，有没有阴森之气？对，就是很多种感觉。比如说晚上你在这儿，比如说你来看房的时候，你会发现总有一团流氓在这混。也是，对。你白天看的时候没有啊？对。这些流氓白天上学上班，晚上就在这，他就住在附近，对不对？是。就过来喝酒骂人之类的。也不行。都多种原因，所以晚上需要看几次。白天同样一间屋子要动了心，也要多看几次。所以看房的时候最好是晴天。那要是为了刚才我们说那种我们当然不选平屋顶了哈，但是就是坡屋顶的话，我们也要看有没有漏水嘛。刚才不是香可都说买的房子有漏水的现象。是你这样平屋顶干脆不要看。是。你现在看的外形还有屋顶都说得过去的。对。就是说要是为了看漏水的话，尤其是漏雨的话，是不是下完雨赶紧再去看一下？最好是第二天。第二天或者第3天看，都是能看到的。好，那我们总结一下啊。
第一次看房的时候是一个晴天，然后呢，有可能的话呢，下完雨的第2天、第3天再去看，着重看它的漏水的情况，还有晚上多去看几次，看看综合的感觉跟情况。对这是时间工具，我们也都知道了。那我们比如说师父教我们看最安全的那个地基，咱们都看哪一些线索呀？因为与地基相关的哈，刚才我也讲了一些。那么第一个是先看我刚才讲了所有的房子，不管什么样的房子，除非狗窝没有哈，就正式的房子都是有地基和主建筑体哈，也就是从墙开始。那么这个正式的墙呢，就是由地基你这个房子这个土地的平面高度上头10公分左右，在这个墙体的靠下侧这个位置哈，就有那个叫隔减线隔减层，那个有一条黑线就是铺沥青毡的那一块那条黑线，你要围着它好好看一圈。但是往往很多房子呢，因为不同的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的这个用户主人，他们这个知识面如果比较少的时候，他会在他的房子外侧的周围种了很多花花草草，甚至还堆积了杂物和垃圾。这没关系，也能看到你要整体上要能看到它整个地基都是水平的，没有地基上没有裂纹，还有外墙体上看不到任何裂纹。如果外墙体上一看到了裂纹，裂纹的下面大约那个位置的地基，你看有没有松动和裂纹？要这样看。如果底下这个地基上你看到有裂纹，再看上头墙体和上面的窗户有没有裂。窗户就是窗角那一块窗缝。窗户周围附近吧。因为窗户附近，当有地基有变化的时候，窗户周围最容易裂缝。对。还有一个再就是房屋拐角的位置，它也容易裂缝。因为它在建造的时候，这个拐角的房子，他们视为和那个房子中间找一个连接体，其实等于2间房，它的建筑材料没有完全连在一起，所以叫做连接薄弱的地方也容易出现裂缝。对，要这样去看。所以一定要不怕脏。所以女生看房子不能穿裙子，要穿裤子。要穿裤子，对，要这样子，因为你可能扒着花园花草去看，对不对？你穿个小裙子不太方便。对，你要能看到整体的你这个地基，和它上下的关系。所以地基完全是平整的，上下没有裂纹，这算是好地基。那师父讲的这个是在房子的外面去看对。那进到房子里头，是不是也能看到跟地基有关系的线索呢？有，在里面也有。当你如果发现一个是往上看照墙角的地方，如果有裂纹和漏水，裂纹和漏水都可能是属于地基有问题都有可能。所以墙角上每一个墙角墙体上都要去看。就是里边裂纹，尤其是墙体的裂纹，内墙裂纹。第二个呢，第二大类的部分呢，是要看到这个墙角最下侧的墙角。墙角分往上和往下对。靠近地板的这个地方有没有裂纹？也是看墙角。地板和地砖有没有裂开？或者翘起来。对，这些都很关键。另外就是连漏水能看到的时候呢，所以一是看裂纹，第二个看漏水，它是这个一起看的，因为看的位置是一样的。对。这我在同时看的时候说，不是光在看结构是不是有裂纹了是。但漏水呢？对。那也在你的一定要看的，观察范围之内，属于问题它属于问题之一对吧？如果无论是漏水还是裂口这个都算是。如果铺的是瓷砖，当这个地基出现这种浮动扭曲之后
它那个铺的靠角落的瓷砖会裂开，甚至能够看到这个原来的铺的这个瓷砖和这个旁边柱子和角落这个地方，它出现了上下的浮动。比如说瓷砖往上移了，就代表呢地基往下沉了，这都能看出来。对，就不平了。是，还有呢，靠近门和窗户的地方，窗户边缘上容易有开裂，容易有开裂。窗户本身通常用木头或者金属用木头和铝做成的整个窗框，对不对？对。这个窗框塞到这个墙体里头去了之后，边缘上是靠胶或者是洋灰水泥把它粘起来的。是。那这两边如果出现了小裂缝的话呢，会意味着不是窗户的问题，是地基沉降的问题。所以你再到外面去查看地基，要这样子。好的，那师父讲了这么多这个线索房子外面还有房子里面这些线索。那我现在想考一考我们的网友们网友们，你们看一张图，这张图上这个房子外面哪一些因素会造成对这个房子的不利？比如说是渗水呀，比如说是地基呀，还有什么其他的不利的因素来，大家可以写一写。有些网友们在说，那个树，他说树离房子太近了，太近然后有一些说那个还有一个游泳池也太近了。游泳池，那师父，我们也跟网友们就一项一项的来解释一下，看看这样的一种环境会对房子会有哪些隐患，好不好？好。那现在在这个图上看到的都是隐患。那一个一个说大树。对，首先第一个就是大树，就是让这个大树它带来双重的麻烦。第一个就是树冠，就是上头树杈树叶这个部分。对这个树冠呢，第一个可能会挡阳光。当然你喜欢在树下乘凉的话，当然也是个好事但是以经验来说的话呢，这个树冠树叶照着的屋顶的部分容易产生霉菌。对，这第一。第二个，秋天的时候落叶的话，它会把你的排水管道堵塞。是的。第三个，因为堵塞的原因，使这个比如说堵在上面有个排水槽排水槽呢，也许会倒灌到屋子的某些墙体里头。哎呦，那就成了漏水了。会形成倒灌水，比漏水还厉害。再下一个问题呢，就是长期有这个树冠挡住这个屋顶了要经常又有湿气雨气的话呢，让屋顶的瓦和瓦的下面或者下面的木头产生潮气或产生霉菌。哎呦，这是树冠的部分。那么还有呢，这个树根更危险。我们知道通常的规则呢，这个树冠如果横着量直径是10米的话，树根大概也是10米。是。那么我们从表面上看到的树根只是可能1-2米但是在下面这个树根呢，像蛇一样已经伸得很远了。是。那如果离屋子很近，它这个树根有没有伸到你的屋子的地基的下面去呢？就是地基是那个水泥打了，它伸不进去，但是它可以绕到底下，是吧？没错，底下都是土都是土或者都是沙子的话，它也能钻进去。就钻在你的地基下头。小了像一根葱是那么大也没事一旦到了10公分的时候，就有可能使这个上头的地基水泥这儿就开裂了。开裂了。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是就是看到就是人行道上那么旁边那个行道树那个大树越长越大了之后，它那根也往两边走，就把那个人行道的那个水泥板都拱起来，而且还拱裂了。对那这个树根呢，把你的地基给拱的开裂之后呢，就可能形成地下室漏水。地下水就渗透进来了。地下水到了你的地下室。哎呦，知道吗？当有这个水泥呢裂了缝之后呢，
这个地下水呢可能顺着这个缝往上头走。对，如果上头隔离做的不是很好的话呢，就可能到了你的第一层的楼板的下面，或者到墙体里头去。那又变得潮湿、发霉、腐烂，又出现更多问题。很多房子的主结构问题哈，也就是地基的问题的话，都是由你房子周围的大树根造成的。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这一点来说，原则上我不推荐大家在你房跟前种树。这是个很不安全的一个不划算的行为。但是我们又喜欢树嘛，又喜欢那个，是不是离房子远一点还至少10米开外。好了解。并且还有一些树不能种。就是15米它都可能会伸过来。它这个根儿就太发达了。对对对。比如说竹子。竹子看着挺美的嘛哈。对，那么细，它还能跑那么远吗？它那个根像蛇一样跑。是哦。比如说竹子种了1亩地，这个树根跑了10里地。哇。它跑得很远。地下发展。它自己跑。对，师傅有一个英国网友啊，就是有遇到这个情况他花了70万英镑去买了一个独立 house，然后发现呢，几年后呢，他邻居家的竹子长到自己家的墙里了。我们看这个图片，长到自己家屋里来了。对，他有点吓到。有一天他发现，怎么我的家的墙壁开始冒出一个植物，然后越长越多，越长越多。他说我家没种竹子啊，但是他邻居家种了竹子，结果就发现你看长到自己家卧房里了。然后呢就发现这样好像有点不太对，他就找人去检查。怎么知道呢？挖开这个地板跟墙壁呢，眼前的景象真的是吓死人。发现这个竹子的根茎啊，已经像一个大网一样铺开了，就铺到它的那个地下里边，然后墙壁里边都是这个竹子的根茎。这个检查房子的人跟他说，如果你没有及时发现，可能你的墙壁啊很快就坍塌下来了，你这个家就危险了。还好是及时发现了，但是后来就是非常难除掉这个问题啊。这个树根如果已经到了你们家来了，你更不要说在你屋里长出这个草来哈。真是这个很恐怖的，就是你这个房子几乎没法要了。对呀。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呢，你在你的附近哈，你自己原则上尽量别种树。越是种，某些树也不能种哈。尤其是像第一个就是竹子。竹子别种了。对。那第二个想知道吗？想。第二个就是柳树。柳树哈。还想知道吗？想。看你们表情不想哈。想。好，第三个是桑树。就是养蚕那个叶子。对。桑叶也对治喉咙啊、咽喉带火的那个都挺好。桑树，因为像中文来说，桑和桑葚是不是说柳树、桑树都不好？还有吗，师傅？还想听？如果有些讲究太多了哈，那再加一个就是槐树。不管前院后院，这4种东西呢，尽量不种啊。对。师傅，看很多那个西人哈，他们喜欢在自己那个房子的墙壁上种满那个爬满那个爬山虎。对。也叫常青藤，感觉好像都看着绿绿的哈。他穿了个绿毛衣一样。对对对对。你看有点吓人哈。这个好还是不好呢？我觉得分你钱多少的就是如果你是亿万富豪爬了就爬呗，它就首先一个墙体容易毁坏，第二个漏水。那还是别爬了。如果这个像爬满了照片中哈这个样子的话，它这个屋子不知多少处在漏水。就是这样的。它这个我们中文叫爬山虎哈。这个爬山虎这个植物哈，它有小爪子，它这个爪子呢碰到墙体，它自动分泌一种粘液，它就把自己粘住了。不管你表面哪怕像玻璃镜子一样滑，它也能把自己粘住，继续往上爬。而且遇到一个小缝，它就往里钻。你觉得不是个问题哈？比如像头发丝一样钻一个小丝进去。但是这个植物会变粗，对不对？对呀，它长啊。就把一个小缝变成大缝，是膨胀了。大缝呢，不就往里漏水吗？对。你看，这问题就来了。
而且它也是，它那个发展的很快，蔓延式，一年能长出好几米来。对对对，破坏房子的对对对，所以这个不可用最好不要。好，那我们就知道了。对，这个我觉得房子就是房子，植物就是植物，它俩一定要分出距离来哈。好，就离近了都不行，何况爬到房上去。对对啊，那师傅刚才那张图片上那个大树啊，离得近，但他那个沿着房子不是种了一些花花草草，那个没事儿吧？那个又不是爬山虎。对，那个它的一般来说这种植物哈，这个根不是爬得很远，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哈，你就是种普通草，像菜呀等等这个级别的哈，尽量离房子也不要太近，离你的墙不要近，因为它潮湿嘛，它潮湿哈，因为你这些菜或者长出来的叶子，如果不是木本的，就是花草型的哈，这个离这个你的墙呢，也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比较好。忘了我们说了吗？你那个地基和墙体中间有个叫隔剪层，对，用沥青做的，就是你这些因为种花草，你往上喷水，还有花草的叶子搭到这个墙上去，它会把下面的水、地上的水和碱一起传输到上面这个墙体上来。如果一年有几个月这样传的话呢，而且那个地方如果又晒不到太阳的话，就有可能你这个墙就会受损。它就等于是跨过了那个隔碱层，把碱传上去了。我们地下的这个碱呢，是我们的肉眼绝对没法看到的。但是呢，这个它顺着这个湿气，顺着水哈，一旦传到你的墙体上去之后，这个墙有一天自己烂了一个大洞，是那个砖和水泥都会腐朽掉。腐朽了这个一定要小心。好的，那这个还是我们住房子的一个误区呢。很多人都认为那花花草草挨着墙去种哈，很美观。对，最理性的是用小花盆。就是那个根不要扎下去。对，你在这个对房子的安全来说就有很多好处。还有就是那个花盆离墙要有一段的距离，至少保持1米的距离，就这花盆哈。学到了，感恩师傅。咱们看图中的内容哈。回到图上哈。对，刚刚我们有一些网友在说这个游泳池对那个住家安全会不会也不好？这个游泳池呢，只要是一个水池子，里面有水，它的麻烦除了有小孩子会掉到池子里这个麻烦，那么第二大麻烦呢，就是它的漏水的可能性。对，它这个漏水，如果也是常年的小漏，尤其是不是大流水，说今天灌了一池子水哈，到晚上这个水就漏光了，这个时候一定会让你引起警觉，对不对？就找专家来修理它。这个反而是一个容易治疗的事情，就怕是慢慢漏水。对，你早晨灌满的这个水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只剩下一半的水了。很多人马虎，觉得又太阳晒，天热，是不是蒸发了这么多呢？其实这个水蒸发不了这么多。实际上是往下渗，往下渗的这个水，吃亏的是谁呢？你自己想。自己的房子。你的房子下面是土呀，你这个土的话，一直被很湿的水泡着的话，你的地基会不会出现问题？会，就是这样。对，所以对地基是不利的。所以比较理性的人是家里头，尤其是自己一个别墅房子，这个是不建这个游泳池。建反正水多了之后，我们说除了命相之外水多通常都是不利于家宅。所以家里最好不要设这种游泳池。好的。那师傅还不光讲了这个健康的连这个风水的这个都告诉大家了。对，是不好的。就说到这个游泳池这个渗水我看到新闻上有一个挺著名的一个案例，就是2021年的时候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迈阿密，
那个是一个旅游胜地嘛哈，对，它也是在海边建的这个公寓楼，它那个公寓楼离那个大海就100米啊，其实是海景房，是挺好的啊。这个楼也建了蛮多年了，几十年了。它呢就是因为又在海边，海边本来就潮湿，而且又带有那个高盐性哈，对。然后它建的时候那个建筑材料呢也不是特别的标准高，它那个水泥啊慢慢的就被海风啊什么就腐蚀了，里边的钢筋也露出来，结果钢筋也生锈了。更严重的是呢，它那个地下停车场的那一层呢，就是那个游泳池的那一层。游泳池呢，也是它那个防水层就老化失修，结果那水就不断渗透，就等于一直泡着它的这个整个这个公寓楼的那个主支撑结构的那一块，就像地基一样，泡着那个地基的那个土。没错，一直泡着，就是它是那个混凝土加钢筋的那一块，就一直在这个水中就泡着。年久失修，泡的时间长。终于在2021年有一天半夜的时候，大家都在睡梦之中的时候，歘一下子倒了半边楼啊，叫切片式倒塌呀，真吓人，没法逃，12秒就化为废墟啊，98人丧生。就是这个不断的水的腐蚀造成的，它整个的结构的坍塌。对。那你看这个楼还剩下一部分没有坍塌吗？这回可是引起注意了，在这个灾难发生的10天之后，就人为的爆破把这个楼就给炸掉了，对，因为没法，太危险了。所以这个有游泳池不断的就慢慢的往下渗水这是个最大的危险。是的，因为你不会太注意，不在乎，总觉得蒸发了一点，你就是以为是蒸发嘛，蒸发了一点水是正常的。对，尤其是你看不到这个危险才是最危险。对，尤其是高楼这一塌下来多少人丧命啊，跑都跑不及。对，所以这个游泳池在无论是高楼旁边还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别墅旁边，都是不安全。好的，理解了。好，我们回到图上看看还有什么因素对房子造成不好的风险的那个墙角，远处那个墙角堆了一堆烂树叶子。对，一般我们清理花园呐什么的对，那些烂树叶子、烂树根的可能就想这屋主就堆到墙角，它慢慢就变成腐殖土是这样的这一块会有风险吗？有。它会有什么不好呢？这个烂树叶子，第一个，它放在那儿很容易腐朽了。下了雨之后呢，它的水汽排不出去，就在里头沤着，对，像发面一样它就发酵了。等发酵之后，你看它的这一堆东西，底下这一堆在地上，对不对？对。上面的这部分呢是在墙上，是它自己就跨越了那个隔减层。它把这沤的这个水汽，还有可能腐蚀性的东西。说它这一堆东西呢它其实底下呢是从地面上吸收地面的水汽和能量它自己又腐朽。这一堆的上面呢是连接的这个墙体。请大家记住这个一个房子的墙呢，主要是由地下的支撑，地下的地基。那么地基和墙之间，也就是在你的地平面上头10公分左右，有一个隔减层，就那个油毡的那个黑线，那隔减层当你这一堆腐朽的树叶子也好，或一堆垃圾也好，它从地面直接就沟通了土地和墙体之间的能量沟通。是这样的。所以树叶子和垃圾的腐朽之后会产生霉菌。还有湿气。对。这2股能量就传达到墙体上来了。这个墙体呢不用多了大概1个礼拜之后就吸收了它的霉菌。霉菌是很厉害的，只要是那个气能穿过的地方，它就能进去。对，它很快就穿到墙里头去了。
穿到墙里头去之后呢，墙内发霉。如果你的墙体是木结构的，里头的木头就发霉了，对，就腐烂喽。那么3年以后，靠近它的那个墙体的里头的木头，就腐朽了。如果再没有发现也不管的话，可能接下来你半面墙就整个都腐朽了。对，那危险不就来了吗？那危险太来了。对，就是这样。对，那师傅讲到这儿，我又看到一个新闻哈，跟这个很像的，就是2015年的时候，在那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是个著名的大学哈。是。它的附近很多学生都是租那个公寓住嘛，然后有一层就是五层楼的那种木结构的公寓啊。然后那一天呢，那些学生们呢都在那儿办生日 party 啊。有13个年轻的学生站在那阳台上，正有说有笑的，突然间阳台倒塌，唰一下子从5层楼就跌到地上，13个年轻的孩子哈，6个人当场死亡，7个人重伤，你说多么的一个悲剧啊哈！对，那为什么呢？后来一调查，因为它是木结构的嘛。它那个阳台就是房子里边主体结构伸出来的木桩来支撑着这个阳台，可是结果呢，这个公寓楼呢，它也是墙体渗水哈，然后那个里边的水管就一直就是渗水，结果就腐朽了这几根木桩子，对，然后因为时间久了嘛。一个是腐朽潮气，里边又长真菌、霉菌这一些，这木桩就烂掉了。它就是这样。它这个墙体呢，为了防水嘛哈，这个墙体的外层哈，这个涂层是防水的。对。可是呢，你的渗水呢，通过这个边边角角的地方把水渗进去了，外头的防水隔层呢，让里面的湿气根本释放不出来。所以里面一直湿着，完了之后呢，又产生了霉菌。霉菌呢，使这个木头呢就腐朽了。对，所以等孩子们站上去，压力一重，一下就掉下来了啊！所以这种慢渗水是最害人。是，平时又发现不了。发现不了。对。你想你的内墙里头都有贴的壁纸啊，刷的油漆啊。对。所以你又不太注意的话，内墙你也没发现问题。我认为其实有问题了，他们原屋主哈可能没注意看。还有是学校的房子嘛哈。对。一群学生。谁在乎那个啊？是，所以它里头已经有这种霉菌的话呢，其实内墙壁上会起泡了，起泡或者有斑点都可能都会有。没错，就是有颜色的斑点或鼓起来的泡，所以才出现这么一个惨剧。哎，真是，就是断裂了。所以这个轻漏水和霉菌就是这么严重。对，那它不只是带给就是房屋结构上的这个不安全性，它对健康，这霉菌对健康也是非常有害的。霉菌其实被世界卫生组织呢已经列入了1等的致癌物。就是它是砒霜的68倍的就致癌的成分。我的天哪！对，除此之外呢，就是轻一点的，就是哮喘病啊，为眼睛的不舒服啊，还有胎儿畸形啊，就是流产啊，是影响肝肾啊、神经系统。那其实可以把霉菌理解为就是毒。对啊，一点也没错吧哈？是，对，所以霉菌就是毒素。对啊，你要远离它。对。所以呢，你在你的屋子里头哈，发现有霉菌，有些那个车哈。比如说2、3年没有开，你坐进去也是有那个霉菌味儿，是，所以这些都要处理才行，对，否则危害健康。通风晒要这样子。一般上我们不以为然啊，但是就是有这个案例哈，就是有一个2岁的英国男孩，他父母也是移民嘛，他们就是从苏丹来的，去到英国，然后他们是住的一个社会的一个住宅中，那这社会住宅呢，它严重。就是因为没有打理得很好嘛，就是严重的潮湿，英国又一直下雨，所以它里边呢很多结构都已经发霉了。对，然后这个小孩呢，他就在这个屋里长期居住嘛，那个墙壁也是黑色霉菌，空气中也是就是充满这个霉味。那就是这个小孩呢，在住进这个房子之后呢，开始有一些症状，就是不停的咳嗽，呼吸困难。然后就是到后边呢，就是甚至他开始发烧，然后就是也是有一点昏迷，
那当时候呢，父母也是看到他情况，然后也是投诉嘛，也投诉说觉得这个房子有问题，导致这孩子一直生病。但是一直那个物业都不管他们，他们可能经济能力方面也没有办法换房子，所以就继续住在那儿。那结果呢，有一天这孩子晚上突然间发高烧，然后就是不省人事，带去医院了之后就抢救，不幸就身亡了。天哪，小孩就死了。对，死了2岁的孩子。那医生说就是死于霉菌呐。对，就是说是因为这个黑霉菌造成的这个孩子就是呼吸系统有问题，就结果就死了。所以这个问题真的霉菌这个事情就不容忽视啊。霉菌很厉害啊，你讲的是比较严重的哈，就是导致人死亡的哈。那其实我个人也有个体会。比如说，我们来回走，有时住那个旅馆哈，对，有些旅馆生意不好，也许我住那个屋子呢，可能多年这个屋没人住，或者是1、2年没人住，你像比如说你到马来西亚，它是热带地区哈，可能这个房子至少半年没人住，它里头是有霉菌的，我们住进去哈，你要住旅馆的话，你想通风，有可能吗？那窗户都不让开，没窗户。对，它有玻璃，也叫玻璃窗，但是没有打开的地方。对，所以想通风，想通自然风没有，只能靠它的空调内循环。它的空调风管道里头都是霉菌。没错。所以你到那个屋里就有一股霉菌味儿，我们都知道。但是在那个里头哈，我睡一晚上觉起来之后头都是晕的。是。第二天就像恶心。就是这样。它都刺激脑神经，对，它影响记忆力、思考能力，对，就它对这个脑神经的影响特别大，让你心情还特别不好，全身无力，所以其实这都是霉菌被感染中毒的一个现象，你要赶上不好的话，正好人家这个旅馆呢又是会议什么的，没有多余的房间，你就只能忍着，所以这个霉菌呢对人体的伤害是巨大的。其实很多人都不太知道这一点，是吧？很多时候到了旅馆别闹鬼吧，只是害怕闹鬼，其实忘了霉菌这一块了，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会买了有霉菌感染的屋子，将会出大麻烦。那师父，我们现在就知道那个漏水的房子会导致这个霉菌的风险，危害到我们的安全跟健康了。对。那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呢，要怎么检查说这个房子有没有漏水呢？刚才是说看、摸，还有闻，还有照，还有拍。对。就是漏水的迹象要怎么看出呢？第一个，你一定要拿这个大手电，对不对？拿这个手电就是为了看清楚。第二个就不能戴口罩哈。要闻有没有霉味儿。要闻。对，所以我们照通常是角落。如果无论是客厅还是卧室哈，照角落和门窗，就是上下都看。一个看这个你的上面，你能看到上面的这个。叫做天花板，和墙角的这个位置要照，任何有修补过的，比如说修补了一条线，就可能是裂缝，对，这个墙体裂缝的房子干脆别买了，你不知道，有裂缝就容易漏水，不是，如果这个墙体在这个墙上有一个裂缝的话，它有可能是地基有问题了，有明显的裂缝的话哈。那么第二个就照的是它那个漏水，那个漏水的痕迹，通常能看出来，所以你要观察那个痕迹。像照片上你出现的这个痕迹啊，很明显了，这就是超严重的。如果达到这个样子，这房子根本理都不要理了，都发霉了。它一个是有特别严重的漏水，第二个有霉菌，这个房子就很麻烦哈。我说的部分是前屋主保养的很好的房子，他漏了水，还有呢，漏完水之后哈，他在卖的时候，他要做一些装饰修饰，比如说原来漏水的痕迹，
他会请专门就是给人说你卖房前来帮你修房子的人，专门去刷那个漏过水的那个地方。比如你这个墙壁的涂料是白色的嘛哈，他就拿着刷子在漏过水的那个区域刷2刷子。所以当我们用强光手电，你还要变换你站的不同的位置和墙之间的角度不同，用不同的角度去发现有没有看到那个漏水的痕迹，还有说没有发现漏水的痕迹，但是发现多了刷了2油漆的刷子的那个新油漆印儿。对，如果没有问题，为什么这个地方的油漆那么新呢？为什么它补油漆呢？对吧？对，而且补的是一个小块儿，那里就是漏过水的，尤其是靠上头的位置，这是通常常见的哈。那么还有呢，在不同的位置还有不同的发现哈。还有其实下面的墙角，比如说到了下面墙角上，有些那个墙呢，靠下面的位置，就墙壁的下面有贴着多一块长条的板，知道吗？踢脚板也叫踢脚线。它大概10公分宽，你这个屋子一整条墙壁上都有贴，有的新型墙壁有的不贴这个东西。下面这个边缘上位置有没有潮湿的那个印子？或者现在是潮湿的。那么墙壁潮湿的话呢，它颜色会偏重一点。对。你要拿手电反复的照对比，它确实是潮湿，用手摸里面是湿的。这是墙壁哈。再一个像刚才那个照片一样，你的墙壁的墙角或者墙壁的某个部分有黑暗色的斑点。出现的时候，或者密集型的，已经不像斑点，就是一片发乌的。这些地方是看是小孩子不听话在那儿来回跑蹭的呢，蹭的颜色发乌了，还是一种霉的斑点。如果是发霉的斑点，可就麻烦了。就漏过水的。对，这都是漏水的痕迹。还有靠窗户的，有很多窗户是木头的嘛。对。木头窗户如果漏过水的话，会出现一个现象。这个你用的窗户都是刷过漆的，对不对？对，油漆剥落。油漆就会剥落了。对。那这个窗户就是不止一次漏过水。再接下来呢，如果你这个地上铺的是地板的话，地板都是木头的吧？对。如果是地板的话，那这个局部的，就是这一块儿，这一小面积的地板的颜色偏浅颜色。比如说很多地板，多数地板都是有一点咖啡色嘛哈。但是有一小块这个地板颜色很浅。那你也仔细照哈，有可能是叫水泡过，现在干了。把颜色都泡浅了。对，这颜色就浅了。还有一种地板呢，你一照，颜色变深了。多数的地板都是咖啡色，怎么这一块就像加了黑糖呢？是漏了水还没干，水在里头。这木头嘛，木头也吸水嘛，对，没有排出来，还是湿的。所以那就问题更严重。这都属于漏水的痕迹。那还有第3个问题哈，想听吗？想。原来铺的木板条走形了。你这木头地板哈，都是平平整整的、平平的铺在地上，是吧？对。就有那么几块，那个边缘上都翘起来了。翘起来，不平整，甚至一走嘎吱嘎吱响哈。对，翘起来的，这都是漏水的。就水泡过才会。水泡过，这个原来的木板就会走形。所以这个部分也很重要哈。就是木板翘起来，就是有水泡过。再接下来还有呢。对，还想听哈？想听。比如说门窗旁边，尤其是窗户的边缘上，因为说窗户是镶在这个墙体上，对不对？是。墙体这预留了一个窗户的洞，完了把窗户呢，很硬性的、物理性的把它塞到这个墙体里头来。那么这个缝隙呢，就靠一些填缝的材料来把它弥补起来。对。最早年的话呢，是用一些轻微的水泥。
还加一种特别材料叫腻子，油腻子啊，就是有着堵住漏缝的那种东西，那种材料。现在不用了，现在都用硅胶。啊，就有个大桶子，有个往里一压，那个硅胶就往下抹就行了，冒出很多来啊。对，硅胶干了之后呢，几乎是透明色的，刚抹上去是白色的，所以这个硅胶也叫做乳胶。等干了之后透明了啊，就是这样的哈。如果有颜色的话，就偏浅白色。那么这个窗户边缘上如果漏水的话，它一定要往上涂这个胶，对不对？如果这个胶是比较新的胶，就说明刚涂过。对，可能1个月前漏了水之后，刚涂过这个新胶，说为了卖房要把这个胶呢又挤了一遍，因为这儿漏水。如果窗户不漏水，没人想起来往上涂胶。对，所以这个涂了这种新胶的这个部分，就是漏水的部分，尤其是窗户上。知道了哈？对，还有一个哈，到了这个洗手间、厕所里头，厕所里头是一直在用水啊，对，这漏水的几率很高。我发现有些厕所漏水哈，多年如果不处理的话呢，或者有半年不处理，你会在你这个厕所的地板上某个地方会出现凸起的水晶物，但是和这个地板死死粘在一起的水晶物，就像一个非常缩小透明的小火山一样，小型的。顺着这样的一个东西往它对应的天花板上看，看它有没有漏水的痕迹。那这个水晶物的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天花板的楼上往下漏水，漏的时间长了，因为它要通过这些缝隙哈，把水滴下来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水含有了大量的水泥呀、洋灰呀、砖啊、石头啊，还有胶这些能量，所以等滴下来，它含有的那个物质的部分就成了结晶体，像水晶一样的结晶体。这种漏水至少超过半年没人管，那说明严重，一定要看。它经过长久之后，就形成了类似于钟乳石、水晶柱的东西。在厕所里头滴下来的水最容易形成这个，因为含物质量极高。对，所以这就是严重漏水。再就是马桶它不是人造的，它是额外造出来的，工厂造出来安到你的厕所里，对不对？对。马桶接触地面的外在边缘上那个胶有没有新抹？那个胶如果新抹了一层，就说明这个厕所要么马桶刚换过，要么刚通过，有严重的堵塞，还是漏水加堵塞。把马桶都起出来了，然后修完之后放回去再抹个胶，重新补胶，就是这样。对。哎呦，这师傅教完了，我们都成侦探了。是，平时都不会注意这一些。对呀。还有一个现象哈，就是为什么说你要看、去摸、去闻呢？对。漏水的屋子里头哈，尤其这个水漏下来没有排走的话呢，它在墙里头或者天花板里头或者在家具里头的话，你这个屋里的湿气特别严重。如果在洗手间一直在漏水哈，你也看不见，但是呢，你发现这个洗手间的镜子永远是雾蒙蒙的。你所以拿块纸，擦手指把它擦得干干净净。你再隔上半个小时再去看，发现刚擦干净的这一块区域又变得朦胧了，就说明这间屋的这个水气非常严重。是里头可能有些木头的东西已经腐朽了，但是这个水排不出来，原主人可能没有发现，所以才使得这个屋子里的潮气特别重。潮气重之后，再久了之后呢，就是霉味儿，对，就是霉菌的味道。对，所以你闻到有霉菌的味道的话，你要参考要不要买这个房。是，所以你看都是漏水相关的事情。好了，那我们学会了看这个，一个是地基有没有沉降啊，再有呢就是角角落落都看哈有没有漏水啊，因为这个是跟我们这个健康太相关了，安全太相关了。对，
那在东南亚啊，我听说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那个 termite 的那个白蚁。白蚁不光东南亚，很多地方都有白蚁，美国、加拿大都有白蚁啊。这个白蚁是吃木屑的，所以它就会吃就是你房屋里的这个木结构。就把它腐蚀，就是把你的房子从里边掏空了，是这个意思。对。然后呢，它就是虽然我们现在很多房子可能也都是水泥铸造的嘛，但只要你有这个白蚁在你家里哈，它因为它会分泌一个东西叫乙酸，然后这个乙酸这个东西呢，甚至连钢筋混凝土它也能腐蚀的。所以真的，如果你家里有这个白蚁啊，它真的就是会造成你的房子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就像有马来西亚，它有一所就是100年历史的一个小学，在2005年的时候发生一起离奇事件，就是他有一个教师呢，一个老师，他在那个办公室打印东西，然后打印到一半呢，突然间就是这个老师站在的这一片地就倒塌了。就是他在2楼嘛，然后他直接就是跟着这块倒塌的地，就是掉到1楼的那个水泥地上。天哪！因为他这一片地呢，就是被白蚁腐蚀了，就是完全没有支撑力。他当时站上去了之后，就直接掉下去，当场就死了。然后他们说脸上都是白蚁。就他经过的时候，可能那木缝里边的白蚁就掉到他脸上了。天哪！所以这个白蚁的，就是对他们说，你只要看到一只白蚁呢，它就已经是一窝白蚁了。对。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也听过一个也是那个白蚁屋哈，那个主人呢，他就藏了一点私房钱那钞票哈，对，他藏到一个地方了，墙缝里了。对，过一段时间呢，他找出来再数一数哈，结果一拿出来了之后，我的天哪，竟然都被白蚁给吃了而且马来西亚那个马币哈很有意思，就1块钱、5块钱，就这个面值小的呢是塑料的，白蚁还吃不了。那越值钱的那个钱，50的、100的呀，都是纸做的，蚂蚁专吃那个面额大的。你说他多伤心，你说多气人，心疼死了，这个。对，当然了，其实你吃了这个钱是一回事，问题是整个房子其实白蚁都在吃，很可怕的。对，白蚁这个现象是全球化的也就是有蚂蚁的地方就有白蚁。那所以呢，在加拿大、美国都是一提白蚁屋就吓死了，真的。因为一发现白蚁，你的屋子几乎就不能住了。是。所以现在这是我们提醒大家哈，对，你家里出现黑蚂蚁、白蚂蚁，请不要自己管找专业的治蚂蚁的人来吧。对，要不然的话。就是肯定要花点钱的要不然你这个屋子保不住了。就是这样。所以遇到蚂蚁赶快专业治疗。好的。包括买房的时候，这也是个，就是提前验的时候也让他们把这个检查了。验房师应该都包含了这一切了。是的，验房师其中白蚁之类的虫子、白蚁验房师你给他的费用都含在里头了。他和身体检查不一样，我只验血这个。你这个验房的时候是房子全部能够想不想到的东西都要去验。这个钱还是值得花的，所以还是要聘请一位专业的验房师。就是你要买房等一切都看好了之后，都觉得自己已经100%满意了，接下来你也不能说我就买了。对，就接下来往下进行呢，就是验房。如果验房有问题，我可以不买。签合约的时候是有这个内容这是有了协议了都。对。所以都还有最后一个验房师的一个这个技术性保障这个很重要的，一定要花这个钱。对，是帮我们把关呢。对。对，那再接下来看这个房子还看什么呢？要看这个建筑材料的好不好了。那现在我们经常就听说这很多建筑材料里边，它因为不是实木了它是那种胶合板爆花板高密度板它那些都是那个木头的碎沫沫，然后用胶给它粘在一起成型的。这个胶里边就含有大量的甲醛。这个甲醛很讨厌就让人得各种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癌症。很多人得白血病就这个血癌
对，还有呼吸系统、哮喘，对，还会造成流产，还会造成胎儿畸形，很严重很严重的。对啊，对，所以我们买房的时候要看这个建筑材料，就是在这个台湾也是有一对新婚夫妇哈，他们就高高兴兴买的房子搬进去了之后，结果没有多长时间，这个男生呢就，哎呀，这个鼻塞呀，什么流鼻涕，鼻子就这块痛啊，怎样怎样的，然后去一检查，鼻咽癌啊，对，然后妻子呢本来都怀孕了，然后2个人都很开心嘛，结果流产，对。然后医生一开始也纳闷，因为他们俩都是，不喝酒不吸烟哈，就生活很规律很健康的，说怎么就会得这种病呢？然后医生就怀疑说，是不是你们家里边那个家具甲醛中毒呀？然后他们就找了专业人士来做了一个评估，果不其然，它这个甲醛呢浓度高于卫生标准的4倍，结果你看，让他们就是健康得到了这么大的损害，哎呀，这真的是，所以我们这个建材哈，一定要好好的注意啊，对，这个是木头的部分哈，对，那其实，在北美地区呢，像这些别墅哈，对，多数是别墅哈，少数是楼房，这些年才建一些高楼的部分哈，像在加拿大呢，6层楼的高楼都是木头结构，是但是木头结构今天都用原始的木头板哈，这个比例已经很少了，对，都是用这种很多加工的锯末呀、木头屑呀哈，就再用甲醛胶把它粘在一起的板子，是的，我们笼统把它称为的胶合板哈，对，都用这个。我在那边发现，在温哥华地区发现一个建筑规律哈，比如说在这个房地产贵一点的区，通常建商用的材料会好一些，就是含甲醛的人造材料会少，那这个地区的地比较便宜一点的呢，它盖房的时候里头用的这个材料几乎没有一块是真木头，全是这种人造的木板，就是很多木头屑粘起来的这个，是因为它降低成本嘛，对，比如说一个胶合板呢4块钱一块，一个天然的板子呢30块，对，那差别太大了，所以尽量就买便宜的材料，对，那除了这个木头的之外啊，就是还有其他的建筑材料，对不对？对，你盖高楼不可能完全靠木头呀，对，所以砖，我们传统的砖，水泥，钢筋，对。那师傅讲这个钢，这钢里边还跟健康有关系吗？有啊。我们说钢筋哈，对，一定要达到政府的有一个那个对放射性物质的一个管控和要求。那么铁中呢有一个放射性物质呢，其中就含有大量的汞。但是呢，那个鉴定是那个原始的那个青花材料，可是这个汞呢在钢铁之中也有。当铁中有多了之后，就形成放射性的一个材料，所以在世界很多发达国家早已经明令禁止你用的这个建筑的钢材不能说完全没有汞哈，就是这个汞的含量要少于多少的一个安全指标，才对人体的健康不会形成这个汞的放射。所以在过去的一些老钢材哈，老房子，台湾建的房子质量还挺好的，但有些房子虽然是牢固的，但是里面的钢铁是含有这个汞的元素，会比较超标的。所以你要达到政府的健康的这个铁的要求哈，要刻意的将这个汞去掉。所以在当今很多比较优质的建材之中，这个汞的含量是很少的了。那是不是那作为我们怎么去知道这？我们没办法鉴定。对，是不是也就看就是这个开发商他的信誉？应该是。你只能说这是不是一个相对比较知名的、较有规模的本地的建筑公司？还就怕什么说这个是来自于某个国家的建筑公司？对，他承包了以后乱用。因为那个建筑公司是过路客。对，而你本地的这个建筑商他跑不了，尤其是比较知名的
但是说本地的建商好吧，我找了一个是本地建商，但确实是不知名。不知名的建商呢，他这个就是哪怕他的公司倒闭了，他也没有太多的经济的损失。但是大型建商呢，会涉及到很多人投资者的利益哈，还有他希望更多的钱，赚更多的钱，还有他希望他的这个企业能够延长到100年或以上的企业，他希望是这样一个长寿企业，也因此呢，他一定会注重他的荣誉和质量。那么这样的公司呢，就会比较小心。这种就是不合格的建材，他不敢用。那么一些路过的一些外国来的企业，像也分外国不同国家的信用感不一样，像有些国家非常注重信用，那么他来的企业呢又比较知名的话，他也不会用这些不合格的材料。所以在当地的来说的话，尽量是找当地稍微大型知名的企业就比较好。因为他要为他的荣誉和未来的发展要负责呀，所以这些材料他不敢乱用的。对。那说到这个建筑材料哈，还有一些这个防火的重要性。那有一个英国的案例哈，有一个这个住宅楼叫格伦菲尔大厦。那它呢本来还是挺朴实无华的，结果在2016年的时候装修，尤其是外观的装修，它就用了一些比较复杂的好看的那种外装修的材料。可是这种材料它是可燃的，就是不防火，易燃的。对，结果呢，就是因为它这个大楼它的这个外墙的这种结构，加上外头又包了一层易燃型的这种装饰性的材料。结果呢，有一次就出火灾了哈。然后它火灾发生的时候是在4楼，结果就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那个火势就沿着这个外墙一直往上窜，就窜到了24楼。很快耶！没错，就整个大楼就成了一个烟筒一样的了，也没有办法去逃生哈。然后造成72人死亡的惨剧它就像我都没法形容，它就是这层结构加上外边的那个可燃性，它就在2层的这个夹心儿中间，那个火焰就上去，一下就窜到房顶。所以你说这种新型的建材对，所以它的这种安全性、防火性等等，一定要非常的在乎。对，因为有些时候有些卖建材的这个商人哈，还有呢，他为了低成本建这个房嘛，在加拿大也有。你说现在建那个别墅哈，外头贴的像那个石头一样的那个块，其实是一种化学，像塑料，我们一颠哈，哇，比木板还要轻1倍，特别轻。他还说又保温又防弹之类的，其实都是胡说。可能吗？其实一点火就会着。他为了省钱盖出这个房子来嘛，就是这样，他骗人。对。所以这个建材呢哈，建材的好坏，也其实你在看房的时候，不管内部材料还是外贴的外墙材料，你一定要问清楚它是啥。对。那我的经验呢，当这个地产经纪呀或者销售商哈说一些尤其特别唬人的那个词，比如说一个压缩的一个英文词，比如 P2， 这是 P2， 还有这 H2 之类的，你说告诉我中文这是啥？对，给我说清楚。对。但是很多人一问这个像懵了，一问吧就怕人家笑话你没学问，是不是其实他正是用人的这个心理在骗你。讲白了就是塑料嘛，对吧？就是这样，这个易燃物的东西绝不能成为室内外的装修材料。对。因此呢，我不喜欢说你的屋里贴的是壁纸哈，尽量别贴壁纸，它本身就易燃嘛。屋外材料更不能用这个易燃的塑料。师傅，那讲到建材的不安全性哈，还有一个就是叫石棉。对，这个石棉呢是有用于很多老房子的墙板啊、屋顶啊、瓦片啊，然后甚至呢隔热层对，现在已经被禁止了，因为它有实在太大的健康的风险。
就讲一个案例哈，就是澳大利亚有一个城市叫威特努姆，在1930年的时候呢，在这里是有一个叫蓝石棉的矿产。那因为当时候呢，这个当地很多这个石棉嘛，那为了省钱呢，这个矿区就把石棉粉尘就拿去盖学校啊、建操场啊等等的。所以每天可想而知，孩子们就在这个石棉沙里玩啊。那个矿工就是下班的时候也回家，就把石棉灰拍啊，家里的到处都是这些啊，就把这些致命的石棉的纤维呢，就是其实他们都一直生存在这样的环境里。那一直到1966年的时候，这个矿场关闭之后呢，当时候医学界才确认说，长期吸入石棉纤维会导致间皮瘤，而且这个石棉纤维一旦吸入体内，潜伏期长达20到40年。直到今天呢，他们当地已经有2000多人因为石棉相关的疾病而死亡，这个数字还在持续上升中。那现在这个小镇的空气里依然是有毒的。那澳大利亚呢，政府他们已经强制把所有的居民搬离这个小镇，为了防止人进入，甚至从地图上已经抹去这个小镇的名字了。所以石棉呢，也是一个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建筑材料了。它也是1级致癌物，一旦吸入纤维呢，就可以导致石棉肺啊、间皮瘤啊，甚至肺癌。对。你说的那个间皮瘤是啥意思？什么叫那个？它好像间皮瘤啊，就是我们所有的那个5脏6腑，像我们的肺啊，甚至腹腔、肠子这一边，外边都是包裹了一层那个膜，叫间皮。那它的间皮瘤就是在这种膜上长的那个癌症。哎呦，对，这个特别难治，而且潜伏期很久的。是的，这个我在那个加拿大买的第一个房子，就像师傅讲的，因为孩子要上学嘛，就学区房，学区房里边买不起那个新的大的呀，就买一个老房子，那老房子50多年了，对，然后当时验房的时候呢，我们还真是移民都没有经验，但验房师很有经验。他就讲老房子都有哪些可能会那个要检查的，给我们讲，然后一检查，还果不其然，我们的那个保温层就是用的石棉。他说：“那你这个石棉就致癌呀，现在怎样讲，一定都要更换的哈。”对，后来我们就找这个装修的这个整个工程队就把那个石棉全都更换了。这样才达到现在的健康标准。对，是这样的。那确实，因为这建材它都已经建到那个屋里，尤其我们买2手房，那我们普通人可能很难去鉴别。就是要找这个还是要找专业的验房师。这里头那个就是用这个石棉哈，做隔热层的建筑哈，在过去叫做比比皆是。对，我告诉大家。就是看着像石灰一样的那个瓦棱，这样波浪似的，石棉瓦嘛，那叫石棉瓦。对，它里面主要的那个特别抗压的哈，有耐力那个层呢，像一种纺织材料一样，那个层就是石棉。在我小时候呢，我还见过有很多的电线的外层哈，是用石棉进行纺织编织出来的一层那个。一层纤维那种，对，一个包裹体吧。对，那个它是在电线的外层，它就是绝缘，对，又保温又绝缘。所以在过去过去几十年到100-200年期间呢，石棉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筑材料。对。那么它的毒性和代替品呢，要发现了才行。是，因为说发现了代替品才公布它的毒性，这是我认为的哈。是。那所以你如果买老屋子的话，这个你。没办法把人墙拽开看哈，说看了你也不懂，这个是专业人士看看有没有石棉，这个一定要记下来，要不然他不会打开墙壁来给你测石棉。对，那个石棉如果更换的话，是自己还不行，换不了，是自己做的话会容易染病，不安全，这要专职的。像在北美地区找专职的哈，有这个牌照的取掉石棉的人是很贵的。但是也得把它取掉。对，是必要的哈。建筑材料之中还有一个东西，我想给大家也说一下哈，就是说，如果你盖的这个房子在寒冷的地方，
尤其是打地基的时候，打地基的时候，还有如果是一个高楼的话，你盖好几年了哈，对，当中有一个隐患，不管大公司小公司都会遇到这个天气问题，对，就是当这个天气到了冬天，如果它的温度低于0度，尤其是低于零下5度的时候，你的水都是要结冰的呀。对呀。你想把这个石灰，也就是水泥粉哈，变成可以浇筑的像粥一样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它用的水啊，它把水加进去，再一搅像和面一样，对，它变成像粥状的东西，再把它倒到了灌好的这个模具里头，对，它成为了柱子，成为了梁。但是呢，水呢，它是到结冰了。到这么冷的这种状况下，它倒的这个水泥粉里头，因为天气的冷的这个程度哈，它一定会影响这个水泥变成固体的这个硬度。我小时候见过的时候是这样的，这个在一个零下可能15度做的这个水泥的一个疙瘩，我父亲他们做的实验，那1个月以后，用锤子一凿，啪就全裂了，不是裂2半就酥掉了，像一个点心一样就酥成渣子了。所以当我们在冬天很冷的时候，如果没有采取某种特别的措施的话，你的打的地基也好，或者铸造的柱子和梁也好，就是水泥的这个部分，就是它的牢固度就打折扣了。对，所以我在加拿大的话，我是听说，就是一般有信用的这个开发商哈、建筑商，他们不是在冬天天冷的时候是不做这些工作的，因为他们知道会影响到这个质量啊，对，所以也是要找这个有信用的，他们才会按照这样的一些规则哈来工作，就比较好。在当今建筑业呢，就做这个水泥这个灌注的时候呢，如果遇到冬天的话，通常他们也会采取一些方法。就是几十年之前，在中国的冬天的时候，建筑的时候哈，来做水泥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水里面加盐。加盐。盐。这个盐呢，让这个水不会结冰。对。是这样的。防冻。那如果你做一个小的东西，可以在屋里做。但是你做一个大的面积的，做地基啊、大柱子啊，你不可能把它包起来。对。那所以的话呢，这个防冻的这个部分就成了一个很棘手的东西。是。我相信这些年哈，可能他们有另外的某种添加剂、新的东西往里加。对。就是，但是我希望是说，如果你买一个房子，你如果在比较寒冷的地方哈，可以向市政府。或者像这销售商也可能会说，他这个地基是在几月份铸造的。如果他诚实的话，就告诉你。是。他不诚实呢，你像市政府呢，可以查得到。因为他做每一步这个工程，尤其是进行这个地基建筑地基的时候，就向市政府先做了一个审批汇报，他才可以动工的。你就知道他这个时间点。是，所以希望这个地基呢铸造的时候不是寒冷的时候。对，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对。对，要不然的话就会影响到了我们这个房子的牢固度啊。对，是好的，感恩师父，这个都是对建筑材料方面的这些知识对，非常重要。就是房屋的安全嘛。对。对。就刚才我们一开始讲到，就是说这个房子外形啊、颜色啊、一种感觉呀，跟这个住房人很有关系。要不喜欢的你就别去看了。我新加坡有一个网友跟我讲他们去看这个房子的时候呢，还特意带小孩子去。对，有这个说法。然后呢，就是说看小孩子喜不喜欢这一块，小孩子喜欢呢，就说明这一块还是比较吉祥、比较对他们家好的。师父，这个讲法可信吗？可信。就是他用的是什么呢？因为小孩子尤其是7岁以前的小孩子，就是他上头有个信门就是头顶上不是有个随着心跳
会动的那个骨头，对，这个骨头还在波动的，这样的小年龄的孩子呢，通常他身上会有一种叫直觉和灵性，他觉得这个地方、这个人、这个事是对我家没有危害的，或者他就会很喜欢，他乐意去接触。比如说这个孩子在抱着的哈，你要放下他，他不乐意落地，或者说不，我要离开这儿。孩子他也不撒谎，也不会看你的脸色，是吧？他立刻就是妈妈，我离开这儿，我不喜欢这儿。他直接说的，嗨，这房子你别看了就不行，因为小孩他是一种直觉，就是说他看到了什么，也不一定，也许看到了，也许没看到，但是他的不喜欢，他的精神世界感受的一种不喜欢，正是一种讯息。哦，这个很重要。就是他的家人在这里不一定好。好的。对。对，那还有一个网友也很有意思哈，他是说他们那个地方那个经验呢，是看一个楼也好，房子也好，要带狗去，对，也一个意思，很有灵性哈，和带孩子也一样啊。因为这个狗主人能看得出这个狗的情绪表达，对，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对，这狗一到这儿很烦躁，对，他说这不太好，因为狗主人能解读狗的那种感觉，是，对吧？狗呢到这儿来很喜欢，撒欢高兴的，对，它表现得很快乐感啊。那他是觉得这个地方这个磁场对我们家是好的因为是你们家的狗嘛。对。那还有的狗很夸张那到那儿找个柱子，一抬腿还撒泡尿。对，他已经规划了，这是我的地盘。对，这就说明是好的哈。好的。太有意思了。是。还有一种说法，我听说，就是他们去看房子，要看就是周围的那个树木啊，还有植物长得好不好。如果说长得好的话，就觉得那个地方是挺旺的。所以那就是所谓的风水概念嘛。通常说，你看这个地方旺不旺？对。你租个铺子，说这个地方旺不旺？对。那从外在的特征来说，这个地旺不旺，会有一些特征的。所以你除了用狗啊、孩子的哈。狗和孩子觉得好的不和旺没有关系它叫适合你家。但是你要看这个地方是不是一种旺铺、旺街，是一个可以发达的地方。这个旺呢，和什么有关系哈？和这个地气有关系。就这个地方的磁场。那地气我们也师傅没教我们，不会看呀，那怎么办呢？我一说你就懂了，你就成风水大师了哈。好。你看哈，就是拿在温哥华来说。对。分两大区，是一个叫做西区，有大学那个区，一个叫做东区。对。你就开着车从西区那个海边一直沿着中间那个路，比如沿着41街走，对，一直往东区走，是吧？等到了东区的时候，发现树长不出来了，树都蔫头巴脑的所以东区的房子就会便宜一点东区的房子便宜一些，西区的就贵，真的。那在贵的区当中，不是每一个街每个位置都茂盛。我们说地气旺嘛哈，好地方。你从表面上看，就是那个树是不是茂盛。好。对，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参考点。住在一个茂盛的区域，哪怕是一个60年老房，都是吉祥的。好的。就是这样。人也长得旺，对，健康也长寿。对。风水好，但是你到了那个真正的鬼屋那个区域哈，你发现它外面的石头和树，如果有个树一定是怪的就觉得就不舒服看。对，你看那个房子从外头那个表面上来看的时候，让你觉得不接受它，不舒服。阴气重说不上是叫阴气，反正就不舒服，就是你心理上不舒服。对，就像孩子到这就闹，就很烦躁，对吧？那就是可能不适应你，好的，或者这个里头容易出现一些不好的事情。学到了，感恩师傅的提醒。那师傅，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选个公寓楼来说，那就是这一层有很多间嘛，对，然后我可能会觉得说，
就是如果说中间是电梯，然后它周围的那几个屋我可能就不想选嘛，因为觉得有点吵，就每天人上上下下。你说是靠近电梯的部分是吧？对的。对，那就是说，如果我远离那个电梯，我选择这个走廊最边边的那个屋，就最顶头是吧？对，最顶头那个走廊最顶头啊，比较安静啊，比较安静，这样 OK 吗？可以，但是呢，就是人们传闻呢，就是如果住旅馆的话，不要住走廊最顶头的那一间。哦，一般是有这个说法。那咱们买房也是为了住嘛，哈。那住房的话呢，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尽量不住最后那一间，就一个走廊的最里头那一间，尽量不要住。那么通常，但是我们买房住在最顶头那一间，其实有很多好处，因为你有一个楼角嘛，比如说一个窗户是冲南，一个窗户冲东，你很好吧？对。但是呢，从走廊来说的话呢，它又是一个尽头，那通常就是有点像那个道路的丁字路口，你这条长廊越长，它形成一个能量，一个气冲撞的气，冲撞到你家，但是也有办法破解了之后咱们讲破解的一些东西和风水的东西哈。对，这大家好爱听。对，这集上咱讲的还不是风水的对，所以这个还有办法破解，但是一般情况下就不选择它。好的，谢谢师父提醒。还有现在很多的公寓楼啊，它都是商住两用，它楼下的几层的话都是那种经商的，要么商场啊，对，要么就是餐馆啊、卡拉 OK 呀什么的哈，然后楼上再住人是不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尤其底下有餐馆的，会不会还更旺更好呢？就分你的目的是啥。如果你是安居乐业，记住安居乐业，通常又有老又有小，对不对？上有父母，下有子女的话呢，要住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对不对？那最好你这栋楼没有商业的东西。就纯住宅楼更好。对，安居乐业。对，因为每个人到这儿来是你的家。对，是你的家，你对这个楼有破坏性吗？不可能。你大不了两口子吵架，你也不会破你的家，对不对？因为还有别人住这同一栋楼，是，对不对？所以他是爱这个家的。但是如果说你的一楼是卖面条的，卖杂货店的，是吧？剃头的那它就形成一个流动。对对对。对你的方便是呢，比如说我去下层买个东西是比较方便，吃个东西方便，但是坏处是流动性太大，还有安全受到了威胁。这倒是。如果底下有餐馆，会不会容易起火呀？容易。你从一楼起火的话，它难道不着到楼上吗？火是往上走。火往上走，水往下流哈。对呀，所以你在上头反而是吃亏的。对，很难逃啊。还有，如果有餐馆啊什么之类的，有没有味道啊？有。还有老鼠。你遇上个在一楼卖臭豆腐可惨了。哎呦！你常年被熏蒸。真的。哇塞。对不对？那空气本来是好区，就弄成污染区了。对呀。对不对？再加上有的人喝酒的餐馆，醉汉打架。你是越到半夜了，人喝了酒容易激动，对不对？又是打架呀，反正让你觉得什么的，有恐怖的感觉。不安宁。还有，如果你这个楼里头说，我现在住20楼，比如说从第1层到15层中间是卡拉 OK， 我住楼上头，但是我们坐的电梯还不一样，我们是住户另外一个电梯，还是安全的。我在我楼上的时候，它那隔音造成的哈，我还听不到他们唱歌。我问你俩，你觉得这个好不好？不好。那我也不太喜欢。那你如果抽空唱歌也比较方便，就是。那就是唱歌的人都是半夜唱歌，然后可能还做别的事情。卡拉 OK 的，就是专门唱歌的。你像在台湾吧，哈，很多是唱歌的一栋大楼吧，它是一个的小包间，知道吗？你们知道它能唱到几点吗
凌晨，他们到凌晨7点钟才结束。酒量低的11点半已经喝醉了，从那一刻就再也见不到一个清醒的人从那里出来。他到晚上成天去泡卡拉 OK 的人，那是什么样的人呢？对不对？你惹得起吗？对，惹不起。所以安全就成了问题。第二个就是火灾，那么第三个灵异事件。这种屋里头容易出现灵异事件，就是鬼事件。那我们还是避开吧。所以无论你多喜欢唱歌，你可以在家里唱哈。但是如果你的楼还有你的前后楼有这个唱卡拉 OK 的，会有点麻烦。好的，知道了。好。那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如果住公寓楼啊，很多公寓楼都有游泳池嘛，那就是我是应该住靠近游泳池，就是可能空气清新一点，还是就是要面对游泳池，还是不面对比较好？如果是你避不开了哈，你这个社区之中或者楼上楼下有游泳池哈，你离它越远越好。游泳池的水是不健康的水。你知道每天那个管理员往里放多少毒药吗？对，杀菌的。请问虫子喝不喝水啊？喝呀。苍蝇蚊子喝不喝水啊？对，它还在水中才繁殖呢。但是你会看不到苍蝇蚊子蝴蝶在游泳池上空飘。是。因为它放出来是那个气息，那个味道已经把它赶跑了。那是叫毒药。对。所以你离游泳池，你最沾光的就是吸毒。但是你并不是一个吸毒分子，对不对？是。你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在吸毒。对，被迫吸毒。对。另外，离水池近对风水也不好。这个怎么说呢，师父？动。就是动感。给你带来很多波动的东西。所以要远离水池。好的，好的。好吧，那就尽量，一个是那个 house 的话，咱们也不买带游泳池的了哈。这个公寓楼的话，尽量也远离这个游泳池哈。对，水池的。好的。那师父，刚才我们问的这些问题，也都是网友们哈来问的这些问题啊。其实网友们听了师父今天讲的这一些哈，还有好多问题，我们今天也来不及回答。行，那就这样。网友如果有任何一个住房的相关问题的话呢，如果你想让我给你参考一下哈，你呢要提供更多更细致的资料。比如说房子的那个房型平面图如果你没有，你得画出来是吧？还有标上东南西北，每张图都标上东南西北门窗都标好了你每个房也标上房子的名字，比如主人房啊、次房啊、次房1、次房2啊之类的哈。对，一定要标上它。还有你那个大区域，的，比如说北边那座山离你有多远，要标出来，要写出来。前面那条河是1公里还是50米标出来。河流是大是小都要标出来还有呢，周围医院、警察局、养老院、殡仪馆、墓地等等的也标出来。和你家之间的距离和角度关系，这我都要去参考。否则的话，我给你看到的可能只是房间里的东西。房间里的东西仅仅是风水当中的1/3的部分那其实看风水先是看大风水，像我们选买房一样，先选的是大区域再选的小区域，再看房屋结构。所以房屋结构不是风水的全部只是1/3。所以呢，你把这些信息都要提供给我，我才能够给你可能看得更准确，给你的建议更准确。那如果有一些代表性的我们还可以讲，但只是把你的真实姓名和你所在的城市给隐藏起来。对，不会暴露你个人讯息。那师父您看就是他每个网友他自己的这些问题的时候，跟这个主人他自己的命相有关系吗？要不要提供我的这个出生年月日啊？最好哈。比如说你属什么的，哪一年出生的，对，性别对，然后提供照片更好。这就让资料变得更全呢。就是我还能分析说这个房子对张三不利，但是对你很有利的。对，它分你的命相属相也不同对不对？因为属相之中
这有一个叫八字概念哈，就是金木水火土。对，你是金命啊、火命啊、土命啊。所以你的环境、你的房子环境周围和你之间合不合？是。所以你住在这儿来，从命相来说好不好？不是光看风水，要说你这个命能不能符合于这个房？这个是最重要的。对，好的。对，感恩师父。那师父这样可要辛苦了。那网友们很开心哦。对呀，大家特别期待我们下一讲这个买房宝典。没事，就是说我呢抽时间看看你的有些房子的状况哈，而且说你那个房子可能都是很平安的、很吉祥，这样看也行。也有的时候已经有些事，你觉得这个不吉祥的事，你自己弄不懂和这个风水有没有关系啊？对，你的问题你也写出来，好吧？这样的话我可以综合更细致的给你分析。好的，感恩师父。好，感恩师父。那我们期待下一次了。好，非常感谢大家哈，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和提问题哈。这样你把你的问题哈，先好好的总结归纳一下之后呢，就发给我哈，就是像看到我们现在公布的这个邮箱嘛。就把你的相关的这个讯息材料呢，就发进这个邮箱里来哈。好的，祝福大家健康长寿，幸福快乐。下次直播再见。我自在